温馨提示：本期节目比较重口味，心理承受能力不足者，建议在家人陪伴下进行观看。崇祯17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吊死在了景山，大明王朝灭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被众人拥立为帝，国号依旧是大明，史称南明。南明建立以后的第2年，大清顺治2年，清廷派豫亲王多铎率领8旗铁骑围困扬州。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誓死不降，并说：“成亡我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几天以后，扬州城破，清军统帅多铎恼羞成怒，下令屠城10日。一时间，繁华的扬州城沦为了人间地狱。城中是血腥弥漫，积尸如麻，杀声遍及，刀环响处，创呼乱起。其生起命者或数十或100余人，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据说扬州城前后因此丧命者在当时高达80余万。这场屠杀一直存有争议。那么今天我们就以此为切入点，揭开一段沉重的历史记忆，详细的聊一聊扬州10日以及嘉定3屠。话说这崇祯皇帝在北京上了吊，清军入关打跑了李自成，占了北京，进而迅速控制了中原地区。南京的一些宗室大臣们在悲痛过后，开始屹立新军。以兵部尚书史可法为首的百官看好了陆王朱常懋，认为他是既聪明又贤良，应当立他为君。但是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首的一些人们主张立神宗万历皇帝的孙子福王朱由崧为帝。他们致书史可法，认为无论伦理还是次序，都应该拥立福王。史可法在犹豫不决之际，这马士英联合了镇将高捷等人，抢先发兵推举福王担任监国。朱由崧在这一年的5月15继皇帝位，以次年为弘光年号，南明政权就此建立。这个马士英字尧草，贵州贵阳人，南明小朝廷最具争议的大臣之一。新朝廷建立以后，马士英等人利用朱由崧的昏庸，把持了朝政。史可法由此自请外出镇守淮安和扬州。辞别当日，弘光皇帝加封史可法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此时的南明面对清朝和李自成2方面的压力，主要采取的是联鲁平寇这么一个策略。以史可法为首的大臣们对满清抱有幻想，希望借助满人的力量首先剿灭李自成，然后再谋求后续的打算。说史可法督师江北，当时的江北有刘泽清、刘良佐、高捷、黄德功这么4个大将，分别负责淮扬4镇的军务。其中的高捷和刘良佐都是自李自成麾下转投到大明的将领。由于扬州相对比较富庶，黄德功、刘泽清、高捷3人争着想要驻军到扬州。高捷字应吾，陕西米脂人，人送外号翻山鹞子，拥有南明江北4镇在当时的最强兵力。可是尽管已经归降官军多年，却依然不改烧杀劫掠的本色。在率先来到扬州地面以后，高捷的部队是大肆奸淫劫掠，所过之处尸横遍野。当地的士绅百姓向来对这尊瘟神意见很大，他们指责高捷所部是杀人则击尸营野，淫污则辱及幼女。高捷性格乖张，难以节制，可是偏偏对史可法十分忌惮。史可法来到江北经过一番思想工作，4镇表示听从他的命令，扬州地面暂时勉强安定下来，但是他们互相之间仍旧是争端冲突不断。这年7月，大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督师扬州的史可法，责怪他拥立福王称尊为非法，应该立即削号归藩，并引诱说，如果南州群燕偏然来夷，则会像对待吴三桂那样列爵分土，警告史可法取舍从伟，应早审定，南国安危在此一举。多尔衮这其实
就是在逼降。史可法虽然不为所动，但是仍然天真幻想清军能够兼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何时尽讨，问罪秦忠。同时也表明态度，伐楚今日，居功之命，恪尽臣节。顺治2年的正月，江北4镇镇将的高杰被暗降清军的睢州总兵许定国诱杀，史可法紧急调兵遣将，部署防御事宜。不料行动神速的清军已经在豫亲王多铎的率领下杀向了江南。豫亲王多铎在顺治2年2月初8，奉旨领兵南下，接连攻取了归德、颍州以及亳州、徐州、盱眙4州，大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4月14，清军渡过淮河。4月18，多铎率大军抵达扬州城外。扬州城中市民大批出逃，大小船只是为之一空。史可法传习各镇，各镇主将没有一个人到达，只有一个刘兆基带了2-3千人入援扬州。守军是或逃或降不等，向南京求援也是全被马士英给拦下。最后留在史可法身边的正规军保守估计勉勉强强有1万左右，再加上乡勇民兵，扬州城的守军应该是在2万上下。为了能够生得史可法，清军主帅多铎并没有急着攻打扬州，而是遣使致函史可法，署名豫王致书史老先生阁下。史可法不为所动，将书信转呈南京。而后呢，多铎又接连5-6次发出招降书，史可法连看都不再看，全部扔进了火堆。在这之后，多铎又命令降将李玉春手持书信来到城下劝降。史可法怒斥李玉春吃里扒外，变节背叛。李玉春在城下喊话说：“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死何益也？”史可法不再废话，命人放箭将其射走。多铎是仍不死心，又找来一些乡民来到护城河边上劝降史可法。史可法来到城头喊话说：“吾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示人？”应该说这个时候扬州城外有多铎的大兵压境，城内是防守势单力薄，外援已绝，破城已成定局。史可法是抱着必死的心情，一连写下5封遗书，分别给弘光皇帝、母亲、夫人、叔父兄弟以及敌军主帅多铎。在给多铎的遗书中这样写道：“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复国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实有余恨，得以骸骨归中山之侧，求太祖高皇帝见此心，余愿足矣。弘光元年4月19日，大明罪臣史可法书。”城外的多铎意识到这史可法是油盐不进，已经完全没办法招降，于是下令加紧攻城。4月24，清军运来了红衣大炮，那个弹丸一颗重约10斤4两，从早到晚是轮番轰炸。扬州城墙损毁严重，城垛无法修复。4月25，豫亲王多铎传令全军出击，强攻扬州城。先用红衣大炮轰击西北方向的城墙，炸到城墙崩塌，形成缓坡，再派出兵丁用云梯攀爬缓坡缺口。不多时就开始了肉搏战。城头的守军同样用大炮反击，清军死伤上千，双方炮火是轮番对轰，城墙上下死伤无数，尸体堆积如山。清军的士兵踩着尸体继续冲锋，最终攻占了城墙，双方又展开激烈的巷战。史可法眼看城破，抽出佩刀，照着自己的脖子就抹了下去。旁边一个叫徐锦的参将赶忙上前阻止，那个鲜血溅到了徐锦的战袍上。史可法没死成，众人簇拥着他一路突围，最终突围失败，被清军生擒。多铎认定了身份，以礼待之，请史可法坐下，继续好言劝降。史可法坚持说：“我来此只办一死，但虑死不明白耳。”多铎说：“君不见红尘仇乎？降则富贵。
史可法回答说：“我岂肯效此所为？吾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多铎反复劝说无效，终于动了杀意。史可法又说：“成王与王无死，岂有恨？但扬州既为尔友，当待以宽大，而死守者我也，请无杀扬州人。”多铎没有回答，史可法呢就此遇害。史可法死了以后啊，刘兆基等人仍然率部和清军死战，最终因为寡不敌众，全部战死。多铎恨这个扬州军民应城固守，抗命不服，因此下令屠城10日。市民百姓一时间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当时的扬州啊，有一位秀才名叫王秀楚，他曾是都师史可法的幕僚，遭逢扬州满城劫难，辗转得以幸免，以其亲身经历写下《扬州10日记》一部。后世扬州10日的有关论述很多都是来源于此。在王秀楚的笔下，清军杀人如麻，流血有声，读过之后让人毛骨悚然，如临地狱。扬州10日记共计8000多字，我们可以简单罗列几条看个大概。比如说到26日这一天，一卒提刀前倒，一卒横槊后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犬羊，稍不前即加捶踏，或即杀之。这是说3个当兵的驱赶着数十人。诸妇女场所寂静，累累如灌珠，一步一绝，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趁马蹄，或击人足，肝脑涂地，气声盈也。这是把人像拴珠子一样拴在一起。诸妇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羞涩欲死之状，难以言喻。到了27日，是刀环响处，创呼乱起，齐声起命者，或数十人，或100余人。欲卒至，男人不论多寡，皆垂手匍匐，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清军是在4月25攻下的扬州，屠杀劫掠连续持续了5天之后，士兵们接到多铎的军令，就此封刀。然而封刀令并没能及时止住这个屠杀，接下来的5天里呢，陆陆续续仍有人惨遭屠戮。王秀楚的《扬州10日记》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十分详细的记载了这场人间惨剧。然而一直以来存在较大的争议，一方面是其记载的这个遇难人数存疑，另一方面呢是有人怀疑这是一篇伪作。扬州10日记记载5月初2这一天各个寺院的僧人接到命令出来焚化尸体，焚烧尸体，登记造册，遇难的人数累计高达80余万。后世学者通过考证认为遇难80余万不切实际。清军进攻扬州的兵力应该是在4-5万之间，4-5万人以刀剑弓弩等冷兵器在5-6天的时间里手刃80余万，不符合常理。再有一点，扬州城当时的占地面积，根据康熙年间江南通志的记载，扬州府城的土地面积约为380万平方米，民房、学校、官府、衙门、寺庙等等建筑物占去了60%以上。按照80万人遇难计算，除去清军和后来的幸存者，人均占地土地面积约为 4.75 平方米。如果再减去建筑物的占地，这个人均占地约为 1.9 平方米。80万人在生前即使是站着也需要摩肩擦背才能站得下，死后呢则需要像柴火一样码得整整齐齐。人在这种环境当中是不可能生存的。还有就是焚化所需的人力物力也和当时扬州的实际环境不符。根据诸多史料记载包括多铎本人在之后给官员们的公告，综合来看，可以肯定清军在扬州的确进行了惨不忍睹的大屠杀，但是数量要远远低于王秀楚所记载的80万。
除了遇难人数以外，有人怀疑这个扬州十骑其实是清末革命党或者后来的日本人根据当时需要所伪造的。这一说法更加立不住脚。有关南明历史有这样一部史籍，书的名字叫做《小舔纪年复考》，作者是徐资，清道光30年的翰林。因为日常工作的需要啊，这个徐资得以借阅皇家秘藏，最后写成了这部史学专著。其中提及扬州遇难人数80余万，并且给出的这个信息来源就是王氏所作《扬州十日记》。关键是《小舔纪年复考》最早刊印于咸丰11年，也就是1861年。这个时间点，太平天国还没有灭，革命党还不存在，日本明治维新还没开始，因此可以基本否定扬州十日记是革命党或者日本人所伪作的说法。综上所述啊，扬州十日记所记载的史实极具历史价值，但是不能用其数据作为孤证。当然，扬州十日本身一直以来看法不一，以上呢仅能代表一家之言。各位如果有不同观点，也欢迎到相应的评论区探讨交流。说豫亲王多铎在拿下扬州以后啊，继续南下，势如破竹。镇江巡抚杨文聪逃奔了苏州，靖鲁伯郑鸿逵，也就是郑成功的叔叔，引周师逃入东海。弘光帝朱由崧背着文武百官偷偷出逃，不久后在芜湖被俘，第2年在北京问斩。5月15，清军进入南京，魏国公徐文觉、灵璧侯汤国作、尚书钱谦益、大学士王铎等等一众王公大臣剃发降清。在进入南京的第3日，多铎颁发剃发令，各处文武军民禁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大家平常看古装剧都可以发现，清朝男子会把头顶的前部剃光，后半部须发，并梳成一个辫子。实际上呢，至少在清朝早期，男子发饰比电视里面还要难看，脑袋四周全部剃掉，只留下头顶一小块，这个形状和面积类似一枚铜钱，留下的这么一小撮头发呢，扎成辫子，好像一个老鼠尾巴一样，这就是所谓的金钱鼠尾。而明朝的汉人们啊，则是大顶晚颀，满头蓄发，束发于顶，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单从表面来看，这属于2个民族之间的民俗冲突。实际上呢，不止如此，其根本目的是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江山而做出的一种同化手段，就是要消除满汉之间的夷夏大防，消灭汉人的民族意识，进而实现满族对汉族的绝对征服。到了这年6月，清军再次下发剃发令，严令江南市民在10天之内一律剃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清廷强硬地表示，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清廷呢，下达具有如此威胁性质的公告，却无法撼动百姓们心底的民族血性。江阴的民众们啊，纷纷举刀反抗，喊出了头可断，发绝不可剃的口号。常熟地区也是一时间人情汹汹，乡绅故吏市民百姓共举反清大旗，击杀地方官，武装抗清。嘉定更是群情激愤，民怨沸腾。到了6月中旬啊，多铎派降将李成栋前往镇压。嘉定当地的士绅侯同曾父子与黄纯耀兄弟联络城中民众，不论男女老少，有志之士竞相投身于抗清斗争，并在嘉定城楼上祭出旗帜，嘉定挥剿义师，以示决心。众多的乡绅市民代表在城楼集众公议，最终呢决定划地分守，日夜巡逻备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大石垒断街道，原木乱石，横塞道途。不过面对赶来围剿的有正规训练的清军，这些无异于以卵击石。城中的士兵大多都是一些临时组织起来的乡民，真正到了战场，基本上都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没多久，守城的民众亡尸甚众，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暴风骤雨又席卷而至。即便是筋疲力尽，弹尽粮绝，这些民众
仍然顶着大雨奋死抵抗。李成栋是7月初3下令攻的城，一开始呢是用大炮轰击，随后又命人在嘉定城东北角挖起了地洞，头顶上啊用大号的木板挡住矢石，几十个壮丁啊紧贴着这墙根，每人一根绳子拴在腰间，有死伤的就给拽出来，换个人进去接着挖。地洞在挖通以后，城中有民夫用金枝灰瓶一顿招呼，随后呢又找来大木头给堵了个严严实实。战争持续了1天1夜之后，李成栋命人利用云梯强攻嘉定。不久呢，这个清军登上城墙，打开城门，蜂拥而入。7月初4的辰时，李成栋下令屠城，甭管大街小巷，地毯式搜索，即便是荆棘芦草，也有刀枪乱缴，确定没有人之后才肯放过。每遇一人，这个兵丁们都会招呼蛮子献宝，给够了钱能勉强活命，给不够上去就是一刀。刀声豁然，便于远近，起命之声嘈杂如市。城中百姓啊，惨遭屠戮者不计其数，也有不堪凌辱悬梁投井投河自尽的，还有一些被砍伤到骨肉狼藉血流满面的。3天以后，浮尸遍布河面，以至于舟船无处撑高。城中的妇女们啊，长得难看的一剑即杀，大家闺秀或者是容貌出众的全部被生生掳走。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恬不知愧，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嘉定风俗雅中妇节，惨死者无数。这是嘉定遭遇的第一次屠杀。城破之后，守军指挥官侯同曾投水自尽，李成栋命人将其枭首示众。侯同曾的2个儿子也被在同一时间杀害。另一位指挥官黄纯耀，兄弟俩是双双上吊自尽。7月初6这一天，双手沾满鲜血的李成栋终于下令撤了兵。李成栋啊，字延真，宁夏卫军籍，明末清初一位饱受诟病的将领。这货原本是跟着李自成造反的，后来呢，先降明再降清。第一次屠城嘉定以后，据说他在离开的时候啊，动用了300多艘大船，才装下无数的金银财宝和美女佳人。李成栋离开以后啊，一个名叫朱英的乡绅领导乡兵在嘉定周围展开了一系列反屠杀运动。朱英自封游击将军，带头诛杀了归降清军的汉奸以及清廷下派的官吏。乡兵们在葛龙镇、马路镇等地聚集，一旦发现有剃发者，就甭管满汉，一律处死，绝不手软。李成栋得知消息后震惊大怒，连忙派手下万国昌等人领兵前往葛龙镇。双方一番交战，乡兵小胜，斩首72骑。当年的7月26，就在众人放松警惕之际，李成栋带着他的精兵卷土重来，于是嘉定第2屠开始。还未集结的这些乡兵们毫无招架还手之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清军肆行屠戮，流血莫怀。李成栋乘势又将外港镇屠戮殆尽。和嘉定一水之隔的太仓啊，有这么哥俩，一个叫蒲桥，一个叫蒲章，人面兽心，公然作贼。不仅帮着李成栋四处围剿，还强烈建议再次屠城嘉定。李成栋担心嘉定复叛会再次上演，就欣然接纳了这个蒲章的建议。7月27，蒲桥、蒲章领兵再屠嘉定，不论老幼，逢人便杀，数十里内草木尽毁，积尸成丘，炊烟断绝。这就是嘉定城在顺治2年遭遇的第3屠。半个多月后，8月16，原南明把总吴之藩在江东重举义旗，整理军队，与吴向桥登岸对嘉定城予以反攻，打得城中的清兵措手不及。城内百姓得知有义兵前来，纷纷投奔。可是吴之藩手下的兵民只是一批乌合之众，没受过什么正规训练，面对清军利用火攻反扑之际，众人就好似惊弓之鸟，迅速溃散。吴之藩见此情景啊，只好是奋力杀敌，
试图以此来稳定军心。但是事与愿违，败局已定。吴志藩只能是仰天嚎哭，正准备继续挺枪死战之际，旁边有一个叫汪三的居民跑过来，好言相劝。吴志藩也是不疑有他，行至河边，直到被推落水，才后知后觉中了汪三的圈套。这汪三呢，将吴志藩生擒，带到清军跟前。清军将领冯家友对吴志藩是百般羞辱。他先是领着人大骂吴志藩的父亲祖宗，再将吴志藩手下的首级挂到他的脖子上，然后呢捆住他的身体，还把粪便塞入他的口中，最后推进囚车，押往郡城，才将其处死。从打6月初开始，嘉定市民百姓奋起反抗清廷2个月的时间里，大小战斗10余次，民众2万多人因此丧命，史称嘉定三屠。在这之后，城中再无反抗，幸存的人们纷纷剃发易服，大清顺民的黄纸贴遍了嘉定的大街小巷。明末的江南百姓们为了抵抗满清的剃发令，除了进行武装反抗以身殉节以外，有些士大夫干脆把头发全部剃光，落发为僧。也有人为了保全头发，选择隐匿深山老林，从此谢绝世事。一时间逃山逃海者不计其数。咱们从扬州10日讲到了嘉定三屠，战争之外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以顾城老先生为代表的观点是肯定其民族气节的同时，认为他在册立新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同时呢，经营江北将近1年，缺乏战略眼光，沉浸在借虏平寇的幻想中，一味观望退缩，坐失良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对江北4镇一味姑息养奸，养虎为患，御将无能，无法节制。到了扬州战役，也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守了不到1天就被攻破。在军国重务的决策上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有人认为史可法抱着必死之心守城，他的忠正是建立在将全城百姓身家性命一同捆绑的基础上的，明知必死就应该提前自杀殉国，这样至少有可能保全扬州百姓。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为谁大唱赞歌，但是对待像史可法这样的历史人物，还是要尽可能站在不偏不倚的角度。在今天看来，这个人的确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比如判断不明，能力欠佳，更多时候呢，似乎只顾忠于他的皇帝和朝廷，临死还要写信劝说老婆一同殉葬。然而以当时环境背景而言，首先史可法在册立新军的过程中的确是犹豫不决，错失了定策之功。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是武将群体发兵拥立伏王，事发突然，难以预料。这个事儿主要责任在马士英，而不是史可法。其次，弘光朝廷的崩溃绝非一人之力可以挽回，其主要原因在于党争激烈，武将跋扈。再有，都师江北实际上是接手了一个特大号的烂摊子，江北4镇各自拥兵数万或10数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南明几乎已经没人能够对4镇做到有效节制。史可法是有都师之名，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直属部队，打仗更多的要仰仗江北4镇。然而在乱世之中，仅仅凭借一腔忠义，显然是无法感化那些桀骜不驯的镇将的。扬州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个死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单这一份勇气就足以值得肯定。至于扬州10日的惨案，主要是满清权贵和朝廷急于巩固异族统治所造成的。多铎在屠城扬州之后曾经明确表示，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唯扬可见。也就是说，今后有哪个地方打不服，
扬州的处理方式就可以作为参考。由此可见啊，扬州大屠杀不应该把责任连带给史可法，他的坚守是出于本心以及当时思想环境的影响。然而身后扬州惨遭屠城是他在生前完全无法预料的，千帆已尽，其中一二难以评说。明末清初本就是一个社会急剧动荡、形势错综复杂的时代，人们做出的选择也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比如李成栋，他投诚满清，屠戮汉人，犯下滔天大罪，全然一副走狗的形象。哪成想呢，因为对大清的封赏不满，他在生命的后期又摇身一变，成了反清复明的典范，最终落了个兵败溺亡的结果。关键是李成栋在死后还被南明永历帝追封了忠武的谥号。一个特别适合当狗的人，一个积极参与了灭亡明朝的人，因为政治需要被写进了光荣榜，竟然获得了南明皇帝给予的武将中的最高荣誉。我们说历史的明暗，人性的复杂，有时候真是不得不叫人为之感叹。好了，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